大家应该知道，从前年中共就实施了一个项目，叫保交楼，强制各地方政府成为保交楼的主要监督方。保交楼以后卖的房子，记住了，2023年、2024年这2年中，只要是保交楼项目的房子，一定是1949年以后中国所有的房子。你想49年多少年前了？那时候的楼房都是4层。对吧？那时候预制板结构，包括那时候在内，1949年以后，房屋质量最差的一批房子。听明白了吧？就是保交楼项目出来的房子，是1949年以后中国房屋质量最差的一批房子，跟那个车是一个道理。这些房子绝大部分10年之内都会出严重的质量问题，甚至会出现大批次的居住安全危机。但是对于现在地方政府来讲，保交楼是维稳业务项目，属于维稳的范畴内的，所以维稳的是政治目的啊，所以保交楼就是核心。至于交付这些房子，用户是能住个5年、住个8年，还是住10年，各级政府没有人会去关心啊。有人说老翟是不是又危言耸听了啊？保交楼，你们问问业内的人就好了，问问业内的人。2015年房子是有问题，那时候盖的啊，对，5、6、7、8，但是还不如保交楼的严重。你们现在问问业内，保交楼的房子质量差到什么程度？很可怕的。所以也是一样的，2024年这几个月的电动新能源汽车，如果你的汽车是这几个月下线的，你可以把自己这几个月下线的电动新能源汽车的很多零配件，跟去年、前年同样品牌汽车的其他的零配件一样的去看看，然后看看你的零配件的质量是不是有明显的下降。那跟保交楼项目也一样，反正呢，最后汽车的消费者把车买走了，出了问题也是消费者自己负责任的，跟这些汽车生产企业没什么关系。所以现在呢，在这种经济大萧条、大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者谁要是贪便宜，那就是活该，贪便宜吃大亏就活该。你研究明白就知道，现在这些便宜的产品是从怎么造出来的。现在很多还活着的企业无底线的压低成本，就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为什么能让自己活下去？这种商业机构不是在电动新能源汽车、汽车、房地产这几个行业，是中国所有的商业领域都在这么做，无底线压低成本，提供最差的质量，就为了多收钱，让自己好好活啊！住房、写字楼、汽车、家电、医疗、教育、食品、服装、各种服务等等都一样啊！大家也应该知道，最近新闻报这个新闻啊，去年江苏南通崇川区观音山花园大酒店厨师为了预防客户吃了他做的饭腹泻，所有他们酒店出的鸡汁烩花椒、鸡汁烩蹄筋这些叫头菜最贵的菜里面，全部100%添加庆大霉素的事。到案发的时候，经查累计共销售出头菜多少桌？1612份，1612桌。那为什么要加庆大霉素？庆大霉素是一种抗生素处方药，咱们也都知道，它是抵抗这个感染的。医疗行业给这种药有一个称呼叫耳聋杀手，不是治疗耳聋的，是导致耳聋的。孩子使用以后，耳朵经常就会聋了。所以在上个世纪60到90年代，中国医疗管理协会对于中国儿童耳聋症患者中进行的调查，95%以上的患者都是因为使用庆大霉素导致的耳聋。鉴于中国的儿童使用庆大霉素引起耳聋、听力不良反应发生的概率极高，以及使用庆大霉素的孕妇胎儿出生后致聋的概率可以达到50%以上，所以中国的卫生部在1999年25年前的5月份颁布了常用耳毒性药物的临床使用规范中，明确规定6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和65岁以上的老人都绝对禁止使用庆大霉素。那你就想想吃饭的人里面有没有这个岁数的人？但是为什么这东西要用？因为中国大量的高端酒店
在烹制这些食材的过程中，使用氢钠霉素这个潜规则，是因为鸡汤、蹄筋等等高蛋白物质中，这些食材在运输保管的过程里，很容易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变质。而餐饮企业呢，为了降低成本，变质了就不能用了，但是还是要用，要继续使用腐烂变质的食材来烹制菜肴，又防止吃了这些菜肴的人群发生集体性食物中毒事件。所以氢钠霉素就作为预防腹泻的抗生素，不是在那一个酒店啊，那是查出来被揭露的，一直是高端酒店烹制食品的必备良药。只是那个酒店所有的都会用，而很多地方是发现可能有变质的才会用。低端的餐饮中呢，对不起，氢钠霉素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火锅啊、重庆火锅啊、麻辣烫、麻辣香锅等餐食中放置的东西叫佛诺沙星，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佛派酸。这个是中国餐饮行业中最常见的潜规则。当然，这个对身体很有害，可是成本低。这出于什么？低价购买食材，食材质量不敢保证，以及减少认真清洗蔬菜、清洗各种东西消耗的水啊、人工等费用啊，脏乎乎的，反正切了表面上看着可以啊，就是把不倾斜的原材料啊，还有未经清洗的蔬菜原菜品给你们送到低端的这个餐饮中让大家吃，那就怕呢客户使用后还是造成集体性腹泻，那就直接在餐食中添加佛派酸等叫喹诺酮类抗生素，这就成了中国低端餐饮行业的潜规则。那为了对冲佛派酸那种微微的苦味，还会经常在汤里面增加甜味素这类人工甜味剂，增加客户的口感。所以大家很多人老去涮这个重庆火锅，老去吃，实际上你并不知道最后导致你身体会出多少种问题。当然，这种无底线的降低成本啊、降低服务这种低端前后端成本的方式，绝对不是什么房地产、电动新能源、餐饮这些领域独有。我刚才讲过了，几乎所有中国的商业领域普遍存在。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跟当年奶粉三鹿氰胺事件背后的一些原因很像，都是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销售量。成本低了就买了，让更多客户可以购买。只不过当年三鹿奶粉这么做是为了增加利润，而现在国内大部分企业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让自己能活下去啊！使用腐烂的这些发臭的东西，然后呢加了药，低成本的卖，就有人吃，吃完了以后呢就能活下去。整个商业体系面临的情况都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疫情之后，很明显的，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没有采取任何一种有效的搞活经济的方式，所以中国没有出现增量经济。那这种情况下呢，政府呢又背负着巨大的债务，对现有的存量经济主体就只能进行越来越厉害的盘剥，所以导致大部分商业机构都很难生存。那吸引客户让自己活下去，只能通过偷工减料的方式，降低成本，减少服务的水平，这样才能够压下来产品跟服务的终端销售价格，让已经日渐衰退的消费市场中还能有客户买，还能引起收益。这个景象在哪个领域都有，比如说各个学校从中专到大学到大专，各个机构盲目的进行扩招，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根本没有高品质的老师，所以教学质量快速下降啊。咱们现在都听过一个词儿，应该大家听过，叫学生烂尾，或者叫烂尾学生，大家网上能够看到这个词，就是说从学校里出来以后啥都没学会，啥都不知道，出来还找不着工作，年龄还耽误了，就跟那个房子烂尾了一模一样。您学了啥不知道，为啥？因为都在拼命扩招，可是哪会有这么多老师能增加呀？但是呢，扩招就可以多收学费，学校出来的学生就跟傻子一样，医院也是一样，不断的增加治疗病人的数量，但是高水平的医生没法同步增加，那就只能不断增加住院的人数和增加自己分支的条件挣钱。所以像这些当年的三氯氰胺也好，现在的佛诺沙星、氢钠霉素等等，
越来越多科技的狠活出现在中国的饮食中，但不仅饮食了，什么都有，对吧？包括我说那些保交楼的项目，现在去网上看，拿手就能抠掉的这种水泥的墙壁，只有5厘米厚，国家说最少60mm还是最低正常要10mm以上的，就是10厘米以上的，现在最多5厘米厚的楼层的上下楼层之间的隔板啊，用手就能压瘪的大量的现在汽车的前机器盖子等等，现在都是中国人生活的新常态啊。这些企业都只能靠这种无下限的降低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方式让自己活下去。那最倒霉的呢，就是贪便宜的消费者，没办法了。而现在中央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没工夫管这种坑害消费者的景象，没时间处理，因为他们自己要活下去。但是大家想想，近10年来，中共从高层到低层，天天嚷嚷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投资、供给侧投资。那逻辑上，这些生产企业应该获得了大量的投资，得到了改革便利，但是到底有没有真的供给侧改革的方式，帮助这些商业企业解决经营负担？答案从刚才讲的这么多社会真实现象已经知道了啊。所以作为把自己能发工资活下去作为主要目标的中共各级政府来说，骨子里就没打算给中国特别是非国有的正常商业企业任何生存下去的空间。这些人都是用来收割的钱啊，所以都是这样子的。